北宋时期，天空突然出现了第二个太阳，虽然太阳没有那么耀眼，但它也让人感到恐惧。几千年来，人们没有看到过这种异图，人们只能根据后羿射日的传说猜测第二个太阳的起源。人们担心太阳会像传说一样把地球烤成一片焦土，于是一个个焦虑起来。然而想象中的热浪并没有出现，几个月后，太阳消失了，好像它从未出现过一样。第二个太阳是一颗爆炸的超级红巨星，一颗距离地球6500光年的巨星，这颗恒星的质量是太阳的11倍。这次爆炸产生的蟹状星云的直径现已达到11光年。由于时间太长，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超级红巨星爆炸的恐怖，但幸运的是，在2022年，你可能会体验到超级红巨星爆炸带来的震撼。这一次超级红巨星爆炸的影响比这更大，几千年前的爆炸要大得多，因为它离地球只有548光年。为什么有人说它是地球毁灭的前兆？大家好，我是小富品历史，喜欢视频的朋友长按点赞支持一下。我们接着往下讲，恒星的燃烧是因为热核聚变，通过矢氢原子聚变产生重原子，最终所有的恒星都会耗尽聚变所需的原料。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而且恒星足够大，它就会爆炸成为超新星。超新星首次发现于公元185年，东汉时期的一名天文学家突然看到一颗奇怪的克星出现在夜空中，它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一直在天空中可见。这是人类历史上已知的第一次超新星观测，在历史上还有其他的观测记录。公元1006年，位于豺狼座的 SM1006 爆发，在地球的天空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目前的天文学家称它的亮度是金星的16倍，而金星是我们夜空中除月球外最亮的天体。事实上，这颗超新星变得如此明亮，白天都能在天空中看到最近时间肉眼可见的超新星爆炸。有史以来宇宙爆炸事件，人类没有记录过恒星爆炸过程，公元前1世纪都没有用望远镜记录。司马迁在文章中有提到，但那时候人们观测到是黄色光辉。到公元20世纪，根据托勒密研究，它已经变红。生锈色变化不仅有颜色，还有速度，速度明显提高到人类难以设想底部大约每秒5公里，这已经是太阳4倍。这种恒星上猎食者直径让人惊叹，只能表明一件事，离它死亡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那么恒星有2种死亡方式，一直是产生强大爆炸，另一种是逐渐消失。在这之前，虽然我们没有观看到这颗超级红巨星爆炸产生太阳景象，但是在2022年或许我们都有机会一睹超红巨星爆炸，能观测天空第2颗太阳景象。然而在恒星的老年期，核心氢元素已经被烧尽，这无法抵消恒星本身的重力，因此其能量无法流出。因此在恒星的巨大引力下，它开始崩溃。这一过程将使恒星越来越小，单位重量越来越大，压力和温度急剧上升。当收缩恒星的温度达到1亿度时，恒星开始收缩，只有最后的光辉才能将它的亮度增加到数千倍甚至数万倍。我们可以想象太阳比太阳明亮数千倍，然而这一进程不会持续很久，几十万年或几百万年后，恒星的温度和亮度将下降，颜色将开始变红。这时星星来到了红巨星的舞台上。红巨星意味着这颗星是古老的，在这个时候它不会产生任何能量，相反，它将吸收宇宙中的能量，并在核心合成较重的铁原子。当这个过程打破辐射能和重力之间的平衡时，就会发生铁芯坍塌。红巨星将在千分之一秒内剧烈爆炸，其辐射相当于太阳在其生命周期内产生的总辐射。这是红巨星爆炸，这是恒星死亡前的最后一次闪光，也称为超新星爆炸。当分子在恒星内部融合时，恒星就无法支撑自身的重量，重力导致气体核坍塌，留下黑洞或中子星。天文学家认为这是超新星发生的唯一2种方式。但是现在，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一个全球科学家团队发现了一种新型超清晰，通过拉斯塔布雷斯天文台发现了3100万光年远的 HC2146。这种新型的超新星爆炸被称为电子捕获超新星。在一个电子捕获超新星中，两核中的一些电子被撞到它们的原子核中，这个过程叫做电子。这种电子的移除导致恒星的核心在自身重量的作用下弯曲和坍塌，形成了一种电子捕获超新星。除了太阳以外，还有一颗离地球最近的恒星，亮度左右太阳1/1000，直径是太阳1/7级，温度只有太阳1/3。但神奇的是，寿命达到710年。对比银河系另一端有一个手枪星，是银河系内已知最亮恒星之一，外形酷似手枪星云而得名，最近是太阳2000倍。手枪星在20年内释放能量相当于太阳1年，释放能量与其他恒星大不相同，但寿命只有1000万年。从这里知道，恒星领域浓缩才是精华，才能活得更久。那么恒星在生命尾声会发生怎样恐怖事情呢？首先，大家都知道每一颗恒星都有极为强大引力，恒星自从产生开始，有着幼年、成年、壮年以及前期，当其核心氢元素燃烧殆尽时，能量就不再向外释放了。后面由于能量不足，
恒星支撑不住，它自身巨大引力开始产生作用，将会导致压力和温度急剧上升。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恒星核心以外各层包含的氢元素就会被点燃，产生高能核聚变，同时核心在不断收缩，隔层燃烧会导致恒星产生巨大膨胀。然而这一进程不会持续很久，几十万年或几百万年后，恒星的温度和亮度将下降，颜色将开始变红。这时星星来到了红巨星的舞台上。红巨星意味着这颗星是古老的，在这个时候它不会产生任何能量，相反，它将吸收宇宙中的能量，并在核心合成较重的铁原子。当这个过程打破辐射能和重力之间的平衡时，就会发生铁芯坍塌。红巨星将在千分之一秒内剧烈爆炸，其辐射相当于太阳在其生命周期内产生的总辐射。这是红巨星爆炸，这是恒星死亡前的最后一次闪光，也称为超新星爆炸。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北宋的超新星爆炸，不仅有历史记载，还因为它在宇宙中留下了爆炸的痕迹。1604年，约翰内斯开普勒亲眼目睹一颗离地球2万光年的濒死恒星的接听。40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探测器发现碎片仍然以每小时3200多万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穿梭，这大约是音速的25000千倍。现在，既然你对这些强大的恒星爆炸有所了解，你可能会想，如果地球在超新星爆炸的路径上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的太阳爆炸成超新星，冲击波可能不会摧毁整个地球，而是在爆炸时摧毁了。行星面对太阳会燃烧和蒸发，整个星球的温度会升高，比太阳表面的温度高15倍。不仅如此，由于太阳质量的突然下降，地球也将不再停留在自己的轨道上，我们的星球将会漂移到太空中去。幸运的是，我们的太阳太小了，没有足够的质量变成超新星。但让我们考虑一下太阳之外的恒星的爆炸。这颗恒星离我们很近，所以在地球上造成一些大问题。天文学家说，30到50光年的一颗超新星爆炸可能会对这颗地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超新星爆发会不会毁灭人类文明呢？中小质量超新星爆发危险距离是50光年左右，而按照最新恒星质量来算，即便发生超新星爆发，对地球本身影响有限。爆炸前几天，可能地球会受到轻微 X 射线，还有伽马射线影响，但不会造成毁灭性影响。我们可以减少外出，就能抵御侵害。爆炸后 99% 能量会以中微子形式辐射到宇宙，这些电子1%大小东西会在600年左右时间到达地球，将地球穿透。人类也会被数万中微子穿透，但对我们身体并没有任何影响，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中微子虽然能够以接近光速运动，但是它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十分微弱，在太阳体内有相互作用、参与核反应，每秒就会产生38次方的中微子，这些微子会从太阳流向太空，便能够穿过每个人身体，甚至夜晚太阳位于地球另一半也一样。中微子对地球和人类并没有任何影响，但也并不意味地球绝对安全。2019年至2020年间，参宿4的亮度下降了2/3，但2个月后其亮度恢复正常。此外，科学家还发现，槟榔在过去15年中不断扩张和收缩，但总体趋势确实在变小，其直径缩小了 15%。由于休斯本身非常巨大，这 15% 的温度也相当于金星到太阳的距离，红巨星一年比一年小，这不是红巨星晚期重力坍缩即将爆发的迹象吗？因此，科学家们通过模拟计算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参宿4的超新星爆炸最早可能发生在2022年，但这一结果是基于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因为我们和参宿4距离是548光年，所以当我们看到参宿4爆炸时是548年前。然而，关于爆炸发生的时间仍有一些争议。一些人认为参宿4可能仍能存活数十万年。经过长时间的太空旅行，这些微小的东西对地球没有任何影响，此时人们只能缩短户外活动的时间。但我们要说的是，人类的生存在短时间内不会受到威胁，因为参宿4爆炸后可能会出现其他变量。例如，当一颗红巨星爆炸后形成伽马射线时，参宿4就会变成一个密度无限的球儿。参宿4的指甲质量是11分钟，由于中此星的质量太大，它的微分收缩过程很难停止，恒星上的所有物质将继续收缩到中间，最终形成一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的天体级黑洞。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参宿4是成为中子星，还是最终演变成黑洞，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参宿4都有可能喷射出高能气体喷流，这种气体喷流的杀伤力可以穿越数百光年，这就是伽马射线暴。伽马射线暴能够在几秒时间内释放出相当于几百个太阳一生中所释放出的能量总和。只有利用月亮导航的动物才会受到影响，因为在天空中出现了另一个像月亮一样明亮的发光体，可能会对它们造成干扰。但如果参宿4在我们有生之年没有爆炸，你仍然有机会用肉眼看到超新星爆炸，这将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用肉眼观测到的。在天鹅座的左侧翼尖上有一个双恒星系统 SC98327，
天文学家看到这两颗恒星的轨道正在加速，这意味着它们越来越近，并将在2022年左右的某个时候合并在一起。这个恒星系统位于1800光年之外，但它应该可以用肉眼看到，而且它的亮度将是第二星的，与北斗七星的亮度相同。如果你有望远镜，你将会看到很棒的东西。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对此你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